说我妈妈到现在还会很关心我今天有没有上厕所这件事情，然后我现在就会再去传承这件事情，就是每天他们的噗噗对我来讲很重要。拍照传给妈妈看，对，现在还把你当小孩看就对了。因为我妈讲啊，不管你几岁，她就是妈妈，然后你就是小孩啊。像我自己当妈妈之后啊，变成有点对我来讲是一个反省的过程。从教育小孩里面，我看到我自己原来缺点这么多。嗨，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欢迎到理科太太。我们今天欢迎贾静雯。Hello， 我现在必须要跟大家讲，现在真的很对不起他，因为我们的冷气坏掉了，所以现在非常非常的热。你就想象，因为要收音，所以窗户关起来，然后室内你知道，我就在想象我那时候在拍古装的时候穿很多，然后就是要包得很紧，所以还好啦。有练过，有练过，还好，就不好意思，请多包容一下。不会。有没有大家看到后面的背景觉得很凉爽？完全希望有瀑布这时候从我们后面那个浇下来。如果觉得我们脸上泛油光啊或者什么的话，可能只会有我有啦，就大家习惯就好，大家知道就好。一直觉得贾静雯是大家常常在新闻上看到的模范妈妈之一。身为一个同样也是妈妈，当妈妈的年龄没有很长，小孩最近刚4岁，就会想要聊一下妈妈的话题。好啊，可以啊。你想要知道什么？我想要知道为什么你有勇气要生3个。我可能就是太爱小孩了，就是天生从小我就爱小孩爱动物，到现在我还是一样。你生的是女儿，你自己本身也是女儿，对。那你会有在这里面看到一些角色的互换吗？很多吧，比如说我妈妈到现在还会很关心我今天有没有上厕所这件事情，然后我现在就会再去传承这件事情，就是每天他们的噗噗对我来讲很重要。拍照传给妈妈看。对，以前不大理解，可是现在知道那个排毒很重要，所以小孩每天的益生菌啊，该吃的青菜啊，就会像我妈妈那个时候对我一样的来传承下去。现在还把你当小孩看就对了。因为我妈讲啊，不管你几岁，她就是妈妈，然后你就是小孩啊。像我自己当妈妈之后啊，我就会开始思考说，变成有点对我来讲是一个反省的过程。从教育小孩里面，我看到我自己原来缺点这么多，然后我也看到我小的时候企图想要让妈妈更爱我所做的事情。比如说我觉得我把一些事情做好，我妈就会很开心，就是她就会很爱我。但是殊不知我不管事情有没有做好，妈妈都还是会爱我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。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工作之余我一定要排我的生活是很多变化的，然后带小孩去哪里玩。因为我妈妈很务实，就是可能传统的妈妈跟再加上她是摩羯妈妈，所以她不是太会玩乐的，她就是知道存钱顾家，然后把你身体照顾好。我妈妈从小就是管我是很严的，然后因为我出道又早，在那个自由的程度上来讲，其实可能在我成长的过程都是被约束的。那当我自己是母亲的时候，可能我也天生的个性喜欢玩乐，所以我对我小孩可能就比较没有像我妈妈那么有原则。但是我一直觉得我妈妈的一些方式是正确的。我妈就以前跟我讲说，你什么都有兴趣，每一个你都想学，但你没有一个学好。比如说学钢琴，你钢琴你不练，你怎么可能会，对不对？你不能1个礼拜练1次，上课才练，其他都不要练，你还是可以很厉害，除非你是天才。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影响我蛮深的，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都不听话，就是练一练就觉得我不想没兴趣了，然后再换跳芭蕾舞，然后练一练脚好痛，然后又不练了。那同样，我现在回到我自己看我女儿身上，我就会让他们坚持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是很心软的个性，对，我没有太多原则的。对于小孩，比如说我现在说，你这个饭要吃完，你没有吃完不能下一次。可是他如果很聪明的，像我大女很聪明，就说：“妈，你看那什么？我给你看这电脑上面有什么？”我说：“真的哦。”然后他就带我去他电脑那边，然后我就跟他去玩，然后就忘记这件事情。很好说话的妈妈。对，所以他们都有时候家人，比如我先生，他们就会说：“你都不要管，你就陪他们玩就好了，管就是他来这样子。”我不会，我心超硬的，没有吃完，他要再出去，我就会叫他再回来坐下。这样很棒啊！很多育儿的东西，然后他们会说管太松也不好，管太严也不好。我自己在拿捏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我心理压力超大的。我觉得要看每个小孩的性格。
我老二他其实就很有规律的小孩，就不用太管。可是小的可能他就是天马行空，你可能就要多一点框架给他。他老大是双子 AB 型，就是那种你知道已经，你看那个框框又更大，然后他在这个范围当中可以翻跟斗啊，干嘛干嘛，他自己就会有那个大框架出现。我刚刚听你在讲你妈妈的时候的神情，跟你在讲你女儿的时候的神情，就有很明显的不一样。一个是讲到妈妈，你又变回女儿了。然后讲到小孩，你就是一个妈妈。事实上，你的这个角色的转换，其实在我外人看来是很明显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接下来走到那个变成女儿照顾妈妈的那个阶段？有啊，我现在其实常常看我妈，比如说她有时候会跟我生气或吃醋，然后就觉得说我都没有关心她。我想说哈，我说我不是昨天才给你打电话，给你在讲什么？但是她就会讨那个关心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就很像小孩要糖吃。以前我个性很直，所以会觉得说，妈，我不是昨天才打给你，才跟你聊完天吗？你怎么了？但我现在就说，哦，对，我真的很想你，我刚刚其实已经有在播了，就会用一些方法让他觉得说你的嘴巴很甜，在跟他用一个比较小朋友的互动方式跟他。因为以前我不懂，以前我都硬邦邦的，我就觉得说，妈，你都几岁了，你现在跟我讲这个？可是我发觉，好像长辈们越活会越回到小时候，因为他很怕失去，很怕没有关心，他很怕他没有用。我觉得好像有些长辈就觉得说，我年纪大了，你什么都会了，好像越来越不需要我了。我觉得我妈妈是属于有让她必须要有一个存在感，跟在我生命当中，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妈妈。那你是什么时候学会嘴甜这件事？因为我也不太会。最近没有啦，应该是说，我觉得生小孩之后开始就一直在学习，就像你刚刚讲，可能以前你不觉得，可是忽然觉得好像原则这件事情就是我现在在做的，所以我要学的不要那么没有原则。但是嘴甜这件事情，我发觉，忽然有几次跟我妈妈的对话，或者是传简讯，或者换一个态度给她的时候，其实她 feedback 给你的那个状态是她很开心的。这个我现在还在学，因为一个微笑可以4两拨千斤的就解决这件事情，我就硬要跟你吵说，我不是2天前才跟你讲过电话吗？为什么你现在又在说？就女儿跟母亲的那个关系很微妙，就是其实明明很亲，可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很烦，因为管太多，或者是说你的操心超越了现在你该要操心的事情。所以你用讲理跟他讲，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很有道理，觉得本来就是这样。可是他们要的不是道理，他要的就是你变回小孩，就是说哦，好，妈妈，我知道了。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，让我自己跟我妈妈关系好一点，跟日子好过一点，我就会说，妈妈，我知道了，我听到了。我下次如果你要我拍瀑布给你看的时候，我也可以拍瀑布，就是换一种方式，都在学啊。在我印象中的妈妈很高大，然后力气很大，可以拿得动50几公斤的东西，然后什么都不怕，很坚强。可是一直到我有小孩之后，在看我自己妈妈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她怎么动作比以前慢了？然后有那个瓶盖有的时候会转不开了，然后我就觉得，难道你老了吗？我心里其实那时候是害怕的。他不是应该要一辈子要保护我吗？怎么现在好像要换成我帮你做这些简单的事？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在想，他现在都已经60几岁了，他还能陪我多久？那时候我才开始有办法把自己软下来。我觉得以前的妈妈都是属于牺牲自己成就儿女的，所以常常会变成情绪勒索，说当初要不是什么什么我的。但是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是说，我们都还可以选择我们自己很喜欢的职业啊，很多东西是可以很开放的。所以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没有。我觉得好像就是换个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，就没有那么多跟他争辩这件事情。因为活的年代不一样，他所经历的事情跟我们真的完全不一样，真的，所以他才会有这些想法。所以你在瀑布里面演的这个妈妈，可能在工作上压力很大，回到家有一些小孩预料不到的状况。你当时候在揣摩这个角色的时候，心里是怎么想？我在瀑布里面演的那个妈妈，她也是很强大的，她也是有经过了一些状况，她必须要好像撑起这个家，跟撑起她自己的人生，但是她殊不知可能她自己有一些必须要自己面对的一些问题。我觉得可能跟身边的朋友啊，或者自己的一些经历把它融合起来，你就大概知道女性的这个角色在不同的阶段，她会有很多不同的状态。
那我自己就会去找一些设定值放在瀑布里面这个母亲的身上。当然也看了我妈妈的一些过程，或者是听她分享以前的一些比较辛苦的事情，可能都会在看剧本的时候，忽然脑袋就会说，这一段好像是很像以前听到谁谁谁讲，或者这一段，好像我妈妈有大概是不是也是这样状况，我就会去问一下。那你看到这个海报啊，它是画出来的，它不是照片，就我们2位跟背景是融成一起。那你也看到了瀑布的颜色，一开始会觉得哇，颜色很亮，但是我们2个人在中间好像有一点就是违和感，就是不是太融合的。每个人对瀑布的定义不大一样。当你的心境是什么的时候，可能看瀑布或者看外面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。瀑布融合了，我觉得是蛮悲伤跟蛮挣扎，还有很多的未知、彷徨跟茫然。大家如果走进戏院看瀑布，你就会知道女性在这个社会上面，我觉得她承担了很多她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些状况。我们在长大过程之中，这价值观就已经有点内建在里面了。反而到我们长大了，我们要去制约这些我们其实不太认同的价值观，也是一个挣扎。真的，因为这是被教育啊，环境给你的，从上一代就是这样子的观念传给了你，然后你自己可能长大了，你才会去判断一些到底要不要接收到上一代给我的这些观念。当我不要的时候，我就会很迅速的把它丢掉，因为我觉得不想要我的下一代变成这个样子。那你丢了掉，你算是非常幸运，因为我很不想。虽然我有时候会可能潜移默化当中还是会有一些行为或者是语言，比如说我们都常常讲说，千万不要用威胁的方式来，但是你知道在教育过程不威胁有点难。对，我必须要很诚实的讲，就是好像就是你会讲出的这句话，你会很想收回来说，我自己一直告诉自己说不要威胁，因为上一代也会用威胁的来威胁我，情绪勒索。对，或者比如说，你再不睡觉，那个警察叔叔会把你抓走。那我说不睡觉跟警察叔叔有什么关系？就是这些东西他都会觉得说，警察叔叔是坏人，或者说不睡觉大野狼就把你怎么样。我对于这个我就有一点不行，我就没有办法，我就不会用这样的方式。那不睡觉怎么办？因为我就是用威胁的，我就是说。可是你会讲这些人物进来吗？我会说，如果你现在发出很多声音，坏人不就知道里面有小孩了吗？那坏人就会把小孩带走啊，那怎么办？因为我自己小时候的成长经验，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很忙，我一个人在家，我就躲在那个我们家的餐桌的底下，躲了1个晚上不敢出来，因为我觉得家里有的东西来要把我抓走。那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恐惧的童年阴影。是因为爸妈有曾经这样跟你讲过吗？对，就是他们都会讲说，你要是再不怎么样的话，然后或者是惩罚之后关到房间按摩摸，就是让我觉得很害怕。所以我一直不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他。我是从 baby 的时候，我就会固定放他们睡觉歌，所以那个就是一个他的大脑记忆。我就是固定的一首歌，固定的一张专辑，然后让他听完，他就在那个专辑当中，他就知道他要睡觉。这才是最厉害的，用制约反应，就像狗摇铃就会流口水，听到歌突然很想睡。对，他就是知道他们洗完澡听到歌睡觉，就没有别的想法。像他现在也会讲说，妈妈会不会有黑气息？我说不会啊，妈妈在旁边。虽然他们未来的信仰是什么不知道，但我会教他们祷告。我就说会有，就是有一道光会进来，亮亮的，你们会梦见彩虹，会梦见什么？我每天晚上也是这样跟他们讲。儿子啊，对不起，妈咪没有方法了。好，我会想办法。还是给他戴眼罩，我催眠你，我想办法催眠你。我那时候还会放一个小的音响在角落，对，然后我去下载那个怪兽叫声，真假的？然后你很极致我就手机这样子开，我说赶快躲起来，赶快用棉被盖起来，我听到外面有怪兽的声音。然后不要啦，他真的很害怕他长大之后看到那个音响就说大野狼，就是他也不怕，他不怕我觉得，因为他可能比较胆子大，对他胆子大，其实也好啦，你知道每个妈妈带小孩，他们就会出现不同的性格。不知道，我觉得放歌他只会起来跳舞而已，我要另外想办法。每个妈妈跟每个小孩，就算是同一个家庭，不同的小孩也有不同的教养方式。那如果我进戏院看瀑布，我会觉得心理压力很大吗？好会问问题会。但是我觉得那个大事，你会觉得说，我就会有一点心疼的压力，然后再来就是看会不会有一些投射在自己身上。那我要买一个很大桶的爆米花，然后压力大的时候就是一直吃。可以啊，那是一种很好的舒压方式。
说到舒压，我们妈妈其实承担了非常多，尤其是我们是职业妇女，全职职业妇女，我们白天工作很忙，晚上就会觉得可能小孩放学我就要想办法全部的时间都陪他，所以就是总之就是压力很大。在压力很大的时候，你都是怎么样照顾自己的？我很爱吃，然后我又喜欢喝一点红酒。吃不胖喝不胖，没有胖。说实话，运动还是真的是很好的舒压方式。然后有时候晚上的时候，小孩一睡，我去倒一杯红酒，也是我很好的舒压方式。然后看一下影集啊，或者看一个自己喜欢的纪录片，这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个人的时光。所以晚上我自己的时间很重要，或者运动的时间很重要。这两个时间刚好都是你可以暂时放下妈妈这个头衔角色的时候。每个妈妈都要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舒压的时间，不管做什么，对你喜欢的，泡澡啊，干嘛都好。因为压力是会一直累积，你就是要像泄气球一样，每天把它放掉一点。所以身为女性啊，就是身上不只是原本是当女儿，接下来要当妈妈，还有大家常常忽略的是，我们不是只是妈妈跟女儿，我们还有自己的工作。所以这个平衡其实是有点需要取舍的。我们工作比较没有所谓的上下班，但是我们的工作也确实没有时间，我没有办法计划这件事情。我可以跟导演讲说，我拍夜戏嘛，不可能。对啊，其实可以从到最后的工作的，我的速度就会变很快，或者我一下戏就立刻把戏服用最快速度脱掉，然后赶快冲回去。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一种母性的责任感很重，但是因为我们是就是所谓的工作职场的女性，其实我们对工作也是有很重的责任感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的支援很重要，比如说家人啊、身边的或者另外一半啊，就是你如果有很好的神队友，比如说妈妈，我妈妈，像妈妈对女儿爱最无私了，就是你只要跟她说妈妈今天可以帮我吗？她就说好，平常还要再念你一句说平常没事不找我，一找就有事，但她其实很开心你会找她这样子，需要她。对。我觉得妈妈的心理健康照顾又特别重要，妈妈快乐，小孩才会快乐，非常重要。所以大家加油哦！那身为妈妈，好好照顾自己，有事情跟朋友讲，跟家人讨论，对，就是你不会是一个人的。那今天就这样啦。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。如果还没订阅的话，请帮我订阅一下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